路透社报道称，5月30号，数十名北约士兵控制了科索沃北部的兹维全市的一座市政大楼。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在挪威宣布，将向科索沃增派700名军人，并将安排一个预备役营高度待命。在国防部长武切维奇29号称，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将持续至6月2号，塞军将沿着与科索沃的行政区界限进行全面部署。因为现在其实无论是这个在塞尔维亚方面，还是在这个科索沃和这个背后的这个北约的这个驻科索沃部队的方面，其实双方也是在尽量保持这个克制。因为从塞尔维亚方面来看，他虽然说他要现在用一种强硬的姿态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呢，他也如果说一旦真正擦枪走火，一旦真正爆发战争的话，也将使得这个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这个既定的方针，完全破灭。科索沃是原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由联合国托管。2008年，在美国和西方盟友的怂恿下，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但塞尔维亚始终坚持其对科索沃的主权，科索沃也没有获得世界多数国家的承认。公众号长安街知识的文章表示，去年年底，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当局因为一张汽车牌照差点引发一场战争，双方好不容易达成协议，争端暂息了还不到半年，地区局势就再度升级，冲突的焦点从不想要的车牌变成了不想要的市长。在科索沃北部占多数人的塞族人从未接受过2008年从塞尔维亚独立的宣言。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起义反对塞尔维亚人的压迫统治20多年后，他们仍然将贝尔格莱德视为他们的首都。29号，德约科维奇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战胜对手后，在现场摄像机的镜头上用塞尔维亚文写下一句话：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心脏，停止暴力。今年3月，在经由欧盟主导的马拉松式谈判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领导人未能就其复杂关系正常化签署协议。一度支持科索沃的美、英、法、德、意5国4月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地谴责科索沃当局强行进入塞族聚居区市政大楼的决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在一份单独声明中谴责科索沃违背美欧的建议。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5月30号表示，暂时停止让科索沃参加4月到6月举行的军演。报道认为，这是对科索沃决定任命阿尔巴尼亚族市政长官的首个制裁。分析指，虽然整体上西方国家一直倾向保护当地阿族人，但这次选举的投票率不到3.5%，所以对于当选的阿族官员所声称的要代表选民履行责任，西方也不能理直气壮地支持。紧张局势下，西方政府也只能呼吁双方保持冷静、谨慎从事。其次，西方目前主要精力放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科索沃此时爆发动荡，将会影响到西方，特别是欧盟和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如果说这个科索沃这个火药桶再次被引燃的话，它势必将分散现在美西方在这个乌克兰危机中的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可能使得这个整个的欧洲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陷入一种更加的动荡，从而这个使得美国现在借乌克兰危机遏制俄罗斯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战略预期完全破产。虽然说美国一直希望用各种方式去搞垮这个塞尔维亚政府，搞垮这个577，但是呢，他是不希望他是希望用这种所谓的这个和平演变的方式、颜色革命的方式，不希望在科索沃爆发一场新的这种地缘冲突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达了中方立场。中方支持塞尔维亚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我们反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也希望能够将组建塞族城市联盟的义务落到实处。关于北约，我们希望北约能够切实尊重相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真正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的事情。